為什麼說輔助是最難玩的位置？看看 AG 救贖的第一視角你就有了答案。明明很少死亡和掉點，卻經常無形中把隊友給坑慘了。那麼救贖究竟做了什麼呢？歡迎來到愛樹 TV， 我是解說員班叔。先來看這一局，對面是裴擒虎和沈夢溪，再配一個應付蘇烈 ，AG 的野區大概率會被反。開局25秒，小胖已經提前來到中左，本來是打算先清線，再決定要不要進野區。結果救贖的盾山在兵線交匯前就暴露了視野。TTG 得知這一信息，老虎立馬放棄中線，直接入侵藍區。當藍 buff 進入斬殺線時，蘇烈學了二技能把中義推開，讓小胖反到了藍 buff， 於是中義天崩開局。還有張飛這波也是把長生給害慘了。4分鐘時，對面海月掉點了 ，AG 領先2個人頭，還是優勢局面，於是準備入侵 TTG 紅區。救贖不知為何提前走到了紅坑，然後又浪費二技能跑路。此時楊戬往草叢丟了一個狗，救贖並沒有避開，而是筆直走過去踩到了楊戬的狗。此時長生剛剛走上來準備丟雷，正好被狗過來的楊戬二技能控住，就算交閃跑路也無濟於事。AG 這波集體反紅的行動屬於是出師未捷身先死了。再看這一波防守戰，當對面想要入侵紅區時，自家馬超正好要去下路帶線，此時正面少人不能接團，所以救贖最好的辦法就是用二技能接大招，為隊友爭取时间拿紅，再一技能附身队友撤退。但是救贖主動把紅被讓了出來，還把二技能用來跑路。此時中義為了保紅，開大衝進人堆，直到4人集火。救贖明明可以抱起中義再閃現後撤，但是他選擇抱起艾琳賣掉了中義。中義一倒 AG 沒了前排，狼隊接下來就可以隨便打。所以說很多時候輔助怕死並不是好事。如果一個團隊必須要有人做出犧牲，那首先站出來的應該是輔助。你要明白，輔助的閃現永遠是用來開團的，而不是閃現遷墳讓虧損最大化的。1分鐘後，當 AG 組織入侵狼隊紅區，本來是對面項羽落單，盾山抓住機會二技能背回來，直到5人集火被打成了殘血。此時肯定要想辦法往前壓，給後排輸出的空間。而且盾山大招有霸體，必須要站前面吃鈎子。可正當長生武則天放技能導致原地僵持的瞬間，盾山突然扭頭後撤，讓鐘馗抓住機會從人堆中勾中了武則天，又一次斷了 AG 的節奏。到了最後一波團戰，雙方在河道相遇，中義主動開大往前頂 ，AG 一定要趁中義8秒大招期间盡可能的下掉對面血線。但是盾山選擇一技能抱起艾琳後，突然二技能後撤，導致浪費了個控制技能。此時看到中義被留，救贖先用大招給中義拆火，再用兵甲控住小喬，邊撤邊等待一技能 CD， 然後立馬抱起艾琳後撤。此时救贖看到对面敖影大招即將落地，直接二技能後撤，再反向閃現回到原地。不仅艾琳被秒，自己也被鐘馗勾過去，只能提前開始點經濟面板緩解尷尬。這波盾山可以說是零作用 ，AG 這波團戰相當於是4打5。再來看中義6耳首秀這一局，6分鐘 AG 組織反紅，救贖蹲在紅背遇到了狂鐵，直接二技能頂回來。此時隊友都在，只要救贖接上大招，狂鐵不死也要被逼閃，但是救贖直接把狂鐵給放走了。更可惜的是中義6耳後來出了2個暴擊，真的就差一絲血就可以秒掉狂鐵建立優勢了。同樣的情況在對陣滔博士也出現了，7分10秒，救贖從河道包過來，只要拖到海月趕過來開大留人，這波團就穩贏。但是救贖二技能頂到狂鐵後，居然選擇開一技能 A 了一下，等到狂鐵過強了才點出大招，導致海月鏈子拉脫留不住狂鐵。關鍵是接下來海月沒大，司空震大招也結束了 ，AG 3人想要安全的撤退都成了難題。武則天直接一個一閃斷路 ，AG 無處可逃，最後蘇烈和司空震被擊殺，海月被迫交出了閃現。於是這一局 AG 又在前期炸鍋了。當然話說回來，第3輪 AG 其他隊員的失誤也不少，救贖也不應該為 AG 所有的失利背鍋。但是通過這個視頻我們也可以看出，在王者這款遊戲裡，輔助想玩好確實沒那麼簡單，所以讓我們一起期待救贖早日完成自我救贖吧。